姐妹们，9点钟咱们老地方见。陆景城，你还好吗？又下雪了，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京北第一身形恋综祖师爷陆景城旗下成功直播平台今晚平安夜上市，估值破100亿，荣登京北富豪榜榜首。是我错过了你，如果时光能重来，该多好。哈哈哈哈哈！来，咱们公司之所以能够上市成功，各位姐妹功不可没。所以这杯酒，我敬你们，不仅是敬我们的青春。小鱼，你的药。你再慢点都快好了，没用。更是敬我们的未来，干杯！大家契合，继续玩。陆总，我想吃西瓜。陆总，今天晚上我能坐你的车回去吗？滚蛋！你以为我的副驾是谁想坐都能坐的吗？陆总，这个机会给了你，你不珍惜，那你可要遗憾的。遗憾？老子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沈宏宇，我喜欢你。陆景城，我说了不想谈恋爱，你到底什么意思？可不是你。陆总，如果真的能回到过去，你愿意吗？回去，回去干嘛？回去继续当舔狗吗？老子现在身价100亿，回去干嘛？回去吃西北风啊！来，各位！我真的回来了，我回到了10年前。嗨，小玉，看你这专属外卖小哥来了，效率还挺高啊。这陆景城和红玉之间根本算不上青梅竹马，像他那样胸无大志的男生，估计连毕业都费劲。掏心掏肺不如掏钱水，凭借我的认知和技能，回到前世的高度。终究，陆景城，让你给我们几个买奶茶怎么这么慢？小鱼，你就别怪陆景城了，跑3公里给我买奶茶，我都心疼他了。你要是真不喜欢他的话，把他让给我呗。我又不是他女朋友，用不着通知我。
那我不是怕真抢了你的，你又跟我生气吗？去了国外，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会的。小魔鱼，你拿走我拼凑的20万去留学，留我一人背负债务，而那个看似绿茶的张琪琪，却陪我从谷底走到山巅。这事有趣。想喝奶茶是吗？好啊。公主请喝。茶。谢谢啊。你俩呢？陆景城，你什么意思啊？怎么，这么着急喝奶茶？别急呀，这马上不轮到你了，乖啊！给你，来，给你。哎呦，不好意思啊，正好到你这儿没了，没事，下次我再给你带啊。陆景城，你陆景城，你这么做不怕小鱼生气吗？我为什么要怕他生气？他本来也不喜欢我。再说了，比起他，我现在对你的兴趣更大一点。要不你考虑一下，做我女朋友？这个陆景城难道移情别恋，不追小鱼改追琪琪了？不是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张琪琪可不好追啊，身为100万粉丝的网红主播，眼光高得很。走了。琪琪，你要答应陆景城吗？那可就得看他的表现了。接下来，股市风暴、互联网、外卖电商都需要足够的资本才能入局。陆景城啊，陆景城，为了一个女人，虚度你的青春，你说你有这点闲工夫，不如抓紧时间多搞点钱啊！这辈子没把你们花完，下辈子再来找我吧！哎，撒钱不违法，但不道德。你不如把钱给我，我帮你捐了，也算你临终前积点阴德，做件好事儿啊！滚！看在这个钱的份上，你这个钱事儿我管定了。就凭你，不够吗？妈，我来了！操！放手！让我去死！放开我！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我妈？为什么？为什么？说话！你敢打我？我上官雪，身为九皇会的千金，这辈子连别人大声跟我说话都不敢。他居
居然敢扇我巴掌！我告诉你，你就算想寻死，也得经过我的同意。你这条命是我陆景晨救的。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是你的人？有病吗？你怎么知道我有病？不过，你这张脸倒是长在了我的心巴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你要是敢摘它，就杀了你！价值100万的玛瑙项链，这疯丫头出手真阔绰，看来是条大鱼上钩。行行，我怕你了，行吗？告诉我你家在哪儿，送你回去。我没有钱，不过我们可以去开房吗？陆景城，你今天让我真的很没面子。我劝你现在跟我道歉，我还可以原谅一下。这陆景城居然敢不回我的消息！好啦，小鱼，就是一杯奶茶而已嘛，犯不着生这么大气。我都给你好了。你觉得我是因为一杯奶茶而生气？他给你们所有人都送了，偏偏没有我，这不就是故意想让我难堪，想让我出丑吗？说到底，不就是一杯奶茶而已，发这么大火，小心长皱纹哦。把你的那杯给我。干什么？这杯我喝过了。怎么，陆景城给你的就这么好喝，让你这么护着？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一杯奶茶而已啊。而已？你确定这不是陆景城对你告白的礼物？莫名其妙。好了好了，小鱼，我觉得其实他看不上陆景城，陆景城他今天就是做戏给你看，想让你让步让步。小鱼，依我看，你就应该晾着他，等他撑不住了，自然就会滚回来求你原谅。我先回学校了，早餐在桌上，趁热吃。我说要去开房，他居然带我来出租屋。这个男人还真有意思。绝对有事，你信不信？哎，回来了。呀，老陆，咱们都是老实人呀，你偏偏找这那些渣女干什么呀？对，老陆，你老实交代，昨天晚上你可一晚上没回来，不会真和那个张琪琪开房去了吧？瞎说什么呢？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关系，别想那么多啊。那些女的知道你不爱良家爱绿茶，最近整个学校的渣女天天在咱们宿舍楼下转悠。收手吧，老陆，外面全是渣女啊！对呀，我听说这个张琪琪可不简单了，校园贴吧很多帖子都在说她是个茶艺大师呀，最喜欢哄骗咱们男人的感情了。
行了，我有分寸啊。那你有什么打算，老陆？我打算过几天再去会一下这个张琪琪，顺便再搞点钱花。哎，对了，有没有兴趣跟哥一起干？一起干？得赶在牛市启动前赚到足够的本金，投入到股市。贵州白酒这只股票，等下周业绩出来，就会逆势上涨，到时候股价最少能翻10倍。超越时代的认知和记忆，注定了我将尘封于此。前世的有些人，该去见一面张琪琪。所以你签约了这个公司，对方承诺将你培养成一个大网红，但是你发现被骗之后，你不想播了，他们现在要你赔违约金。都怪我当时没有仔细看合同，事后才发现这就是一家靠违约赚钱的公司。我是不是很笨啊？何景晨，你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女人就是太自作聪明，上一世我跟她无论是工作还是某些方面都算是默契，这一世可以考虑提前拿下她。你如果真心想让我帮你的话，你要是帮我解决合同的事情，我教你怎么追女孩。怎么？你很会吗？想要追求喜欢的女孩子，要和她的室友搞好关系，你懂不懂啊？我当然知道啊。我之所以和沈宏宇搞好关系，不就是为了你吗？别闹了，说真的，我可以教你追沈宏宇。我为什么要追他？你不会还在生沈宏宇的气吧？不过太真实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要是我有你这么优秀的追求者的话，我做梦都能笑醒。我现在呢，跟他连朋友关系都不算，反倒是你身边应该不缺追求者吧？你没有听我的名声，他们都说我是个渣女。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他们有什么资格对一个不了解的女生妄加揣测呢？你说什么？我说，我理解你在学校伪装出来那个样子，只是不想应对同龄人的追求，对吧？这也是一种你自我保护的表现方式，这无可厚非。你干嘛突然和我说这些？你是不是想睡我？张琪琪，你呢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你做直播也是为了挣钱吧？我可以答应你，今天之内就帮你解决你这个合同的问题，并且不收你的钱，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从今以后你得跟着我做事儿。行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吧。难道他是真心喜欢我？陆景晨，感谢你帮我解决合同的事儿。
不用谢，别忘了，你付过报酬。什么？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不就是答应加入你的公司吗？说的好像跟签了卖身契一样。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创业成立华山传媒吗？因为我见过太多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当中大多身世悲惨，好赌的爸，残疾的妈，上学的弟弟，还有被骗子公司吸血，她们绝望如深渊。陆景晨，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只是想搭建一个这样公平有温度的平台，至少能保护像你这样的女孩，不被黑暗吞噬。陆景晨，原来我一直误会你了，我愿意帮助你。好，一言为定。小鱼，陆启成那天事后还有跟你有联系吗？没。哎，那天小鱼都给他台阶下了，让他买个甜品道歉就算了，他居然装死。小鱼，你知道这种没有上进心的男生，估计以后连毕业都费劲儿，还搭理他干嘛呀？谁爱理他谁去呗。小鱼对陆启成又不是没有感情。得了吧，他花了几个钱啊，就想要感情，把小鱼当什么了？我记得他给小鱼买了一件很贵的裙子啊，听说当时都没钱坐公交了，又没人逼他买啊。再说了，他自己没能力，难道怪小鱼？莲花学长也一直在追小鱼啊，送的礼物不比他多呀。小鱼，我说你就答应学长好了。其实陆景成他人还是挺好的，以前他什么都听我的，只不过最近我有点烦他了。小鱼，我很认真的问你，如果陆景成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你会难过吗？他跟谁在一起关我什么事啊？就他那么差的条件，能有女孩子喜欢上他？我看呀，就应该晾他一下，让他别不识好歹。琪琪心气高，他看着男生真的会差吗？这辈子没玩过男人，临死前能玩一下男人的滋味，也不错嘛。哎呀，小姐，你终于接电话了，老爷都急疯了。你在哪啊？他急不急，关我什么事儿？你快回来吧，你爸为了找你都急疯了，还发布了寻人启事。我没有爸爸，在他没有保护好我妈妈那天开始，他就不是我爸。大小姐，老爷很担心你啊，你至少要告诉我们一声，你现在在哪里啊？和我抢的人。小鱼，其实你还是在意陆景成的，对吧？谁在意他了？只不过这次他真的很过分，让我很没面子。陆景成，
陆景成，你真的去买甜品了？给你买，你想的真美啊你！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就是，不就是几杯奶茶吗？你不乐意，有大把的人乐意追着我们小鱼宠。沈红宇，是我昨天跟你讲的话，你还没听清楚。你要买东西，去找你的袁华学长去。我跟学长只是普通朋友，我想找份兼职，想让他帮忙一下。你怎么这么小气？就是，袁华学长人家好歹是学生会会长呢，不像你，什么忙都帮不上，就照惯小鱼。沈红宇，你未免有点想的太多了吧？你爱找谁找谁去，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不过你的眼光倒是一如既往的差劲儿。陆景成，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现在跟我道歉，我们还能做朋友？朋友，你想要的怕只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备胎吧？行了，好狗不等刀，滚开！陆景成，这混蛋！陆景成，我给你机会，你不要，你一定会后悔的。不是你有病啊你！我救过你命，你要我命啊？谁让你给别人当舔狗的？什么情况？算了，给你买点吃的，先给你弄。那我帮你打下手吧。你会做饭了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行，那你帮我切番茄吧。大姐，你轻点儿。我上你10年如一日，我让你买甜品，我让你给人当舔狗。好了，要不你先出去吧，这交给我吧。哎，你是不是偷看了我的聊天记录？陆景成，我呢不喜欢我的男人给别人当舔狗。对，我以前对沈红瑜那确实是毫无尊严，但那是以前，我现在只想搞钱。陆景成，你是第一个敢扇我上官雪巴掌的人，这件事情你不会是忘了吧？这疯女人想干什么？上官雪是吧？你看啊，我之前呢是因为要救你，为了让你冷静点，所以把你带回到了家里。我给你吃好的喝好的，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看，我就连出趟门都能顺手给你买回来你最爱吃的甜品，你还要怎么样啊？吃饭吧。总算暂时稳住了这个祖宗了。居然还不给我发消息，陆景成，你这次真的让我生气了。陆景成，你居然还给我打电话，我是不会原谅的。我告诉红衣同学，
邵教授，不好意思，我刚才不知道是您。你们宿舍的报告一直没交，要是今天还交不上来，你们的学分就没有了。哎，赵教授，您听我讲，这个陆景成也太过分了，这一次居然敢不给我们写实习报告。小鱼，你必须给我好好教训他。听琪琪说，他一直都在创业，可能抽不出时间来吧。呦啊，他还创业呢，他就是爱表现自己，想让小鱼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罢了。他追小鱼这么久了，我们还不了解他吗？小鱼，陆景成他一直对你都挺好的。下雨天他把伞给你，你愿自己淋雨。听说你想吃甜品，大热天的排了2个小时队去给你买，知道你有胃病，专门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一日三餐都给你做饭送过来。这追女孩子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他这种都是很廉价的方式，也就感动自己而已。小鱼，不然你跟陆景成好好道个歉吧。道什么歉啊？我敢打赌，只要小鱼去找他，他一定会屁颠屁颠就回来的。算了，毕竟一个大院长大的。陆景成，看在小时候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陆景成居然把我给拉黑了，我要找他问清楚。哎，陆景成，你这次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还没来得及好谢你。我说过了，我不要什么报酬，我只要你这个人。我不管，我现在在逛商场，看到一款很不错的相机，我等会给你送过来，希望你喜欢。行，看来张同学还是挺了解我的嘛。那就一会儿见。陆景成，你还在给人当舔狗？你误会了，刚刚那个是我同班同学，我之前帮了他，他想感谢我而已。陆景成，你是我上官雪的人，谁也抢不走。在我上官雪这儿，没有分手，只有丧偶。发什么疯女？我什么时候就承认过我是你的人了？你少在这自作多情啊！去，快去把澡洗了。你的睡衣还没到，要不你一会儿出来就先穿我的衣服啊。去。不喜欢我的人，我更爱了。小鱼，你真的要跟陆启成道歉吗？当然不是，我又没有错，有错也是陆景成有错。我来只是想要向他问清楚，凭什么把我给拉黑啊？那行，待会儿让他出来当面道歉。对了，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原谅他，必须得好好治治他。张大小，怎么是你们？你们来干什么？怎么是你们啊？你们来干嘛？陆景成，你怎么跟小鱼说话呢？我精心挑选的礼物，希望陆景成喜欢。陆景成，你别不识好歹，小鱼又没做错什么，你能别这么幼稚吗？恋人做不成，你连朋友都不做啦？朋友？你们想要的应该不是朋友吧？给人希望，一边享受着别人的关心和照顾，一边迟迟不回应，这算朋友吗？你追女孩子付出一点什么，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再说了，她是女孩子，不考验你一下，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呢？女孩子怎么了？当我6年的时间还不够，还想当我10年时间吗？怎么合着按你的意思，她女孩子青春就很宝贵，我们男孩子青春就可以随便被浪费吗？你别仗着小鱼现在愿意给你机会，你就得寸进尺。你把她拉黑了，就不怕她真跟你成陌生人了？过分吗？比起你们把我当狗耍，这还过分吗？
陆景城，你这什么态度啊？沈宏宇，6年，整整6年，我就算养条狗，它也知道对我摇尾巴。你呢？知道一味的索取，你有给过我回应吗？啊，哪怕一丁点回应，你有给过吗？陆景城，你现在这样真的很让人反感，我再也不会给你机会了。你不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小鱼，陆景城的优秀毋庸置疑，你们不了解他，就不应该妄加揣度，更不应该批判他。张琪琪，你是什么时候和陆景城好上的？今天的事情就是你们两个商量好的，故意想让我在这里出丑吗？小鱼，你冷静一点。莫名其妙。陆景城，感谢你帮我解决合同的大麻烦。这个是我的小心意，我会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的。今天太热闹了，我们改天再聊。行，拜拜。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你谁呀？怎么在陆景城的家里啊？你们两个同居了？跟你有什么关系？陆景城，你别太过分了。我过分？这么多年，小鱼拒绝过你一次吗？可你呢，几次三番的让他失望，现在还和别的女人一起，让他难堪。那按你的意思，我还得谢谢他，谢谢他这么多年一直吊着我，没有拒绝我。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我吗？因为我上官雪从来都没有把他当做过备胎。我呢，要么不要，要么一口吃掉，连骨头渣我都不会剩哦。所以你这是在报复我吗？陆景城的白月光，要不要找人做掉的？不过也太普通了，还不值得我动手。沈宏宇，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碰我的东西了，尤其是男人。这怎么回事儿？难道陆景城有新的女朋友了？陆景城这个混蛋，追了我这么长时间，怎么说变心就变心了呢？小鱼，你还好吗？我再也不愿意看见陆景城了！哈！哎，小鱼，哎，你等等我！哎呀，终于把沈宏宇这个麻烦给送走了。还是搞钱更实在呀！华生传媒要往恋爱剧本去发展，除了张琪琪这个校园女神和上官雪这个黑道千金，还需要物色更多的美女。她就是你微信里那个张琪琪，你给她解决合同的事情，就是为了让她给你打工吗？不然呢？还能是因为什么？我以为你看上他，也不喜欢。张国学，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需要你喜欢或不喜欢的地步。我救了你，收留你，不代表我是你的所有物。可是我已经认定你了，陆景城，你逃不掉的。今天外面那个张琪琪和沈莹莹，我看着他俩就很烦。
要干什么？当然是发朋友圈自拍，宣示主权了。陆景城，你是我上官学，谁有讲？小鱼，怎么样了？你跟陆景城和好了没有啊？我们宿舍实验报告再不交，这门课程就没有学分了，必须找个实习工作重修呀。没，哎，我们刚刚去公寓找他，本来小鱼说给他个台阶下，好好赔礼道歉就算了，结果那个陆景城根本不搭理小鱼，我感觉他好像有点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背着小鱼跟张琪琪好上了。不会吧？虽然我也只是猜测哈，但是啊，他跟别的女人同居了，我们亲眼目睹的。同居？是和琪琪吗？不是，是和一个陌生的女人。而且那女的长得还挺漂亮的。你们是不是误会了？误会？毕竟陆景城以前那么喜欢你。唐敏这么说的话，我倒是想起来，最近学校论坛上说，有一些下头男为了挽回女友，会专门在网上租聘美女来演戏，目的就是欲擒故纵。你们说，陆景城会不会？你是说陆景城故意演戏给我看，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吃醋，然后原谅他？一定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看来陆景城他还是喜欢我的，为了刺激我，居然雇人演戏，假冒女朋友。哎，陆景城他加我了。真的吗？真让安言说对了，用这种方法挽回我，还故意发朋友圈气我。算了，给他个机会好了。陆景城，你太幼稚了！别以为不是你的想法，我才不惯着你呢！哎，过来，快来！好消息啊，小雨，袁华学长已经提前帮你投递简历了，3天后学生会组织的校园招聘会，你直接去面试就行了。校园招聘会啊？这么说的话，要是运气好，你的实习工作就有着落了。实习课的学分也能补上了。听说这次校园招聘是袁华学长亲自负责的，那岂不是他可以给你好好找个实习工作？你看我就说嘛，那个陆景城什么都干不了，你还犹豫什么呢？短短几天时间，陆景城不仅解决了合同纠纷，还帮我要到了20万的赔偿金。其实袁华那个所谓的学生会会长可比他，如果沈红瑜知道了真相，估计哭都来不及。华山传媒要做大做强，要物色更多的美女了。3天后就是校园招聘会，我得回学校提前过一下投递的简历。你干什么？你拿外套干什么？我是要去学校处理点事情，处理完了我马上回来。不许去！不是，我去学校呢是干正事，你不让我去，就等于不让我挣钱。那你养我？好啊，我养你啊。陆景城，我警告你，你现在呢是我的人，从今天起，你不管去哪里都不许离开我的视线范围。
如果你在外面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我饶不了你。你要是想要的话，你摸你自己的，这才不过分呢啊！老陆，这批是最新投递的简历。哎，你说的那什么恋综剧本，到底有没有搞头啊？行，辛苦你跑这一趟了，有没有搞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都是哥们儿，不说这些。哎，不过华生传媒有很多事情还需要你亲自定夺，你这老是出租屋和学校两头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哎，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回来？我会考虑一下的。行，那你就先回去吧啊。行，那我就先走了。不许动！上官雪，上官雪，你怎么来了？陆景城，你果然要走，你是忘记了我对你的警告了是吗？在我上官雪这儿，没有分手，只有丧偶。不是大小姐，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死心眼儿啊？所以你真的要走？我没有说我要走，真的？当然是真的。陆景城，我知道你这个人不简单，不仅签约了百万网红，还通过拍摄纯欲风的视频在全网播放过亿。像你这样的人才，跟我住在出租屋，确实是为难你了。你都知道了？哼，不过比起认识九皇会的千金，这些好像都不算什么的。你调查我？哎，在金海，关于九皇会千金的事迹或多或少都有所。你爸把悬赏令都发到网上了，知道这些不算难事吧？那你应该听说过我最讨厌自作聪明的男人了。为了防止让我爸找到我，那我就只能把你先做掉了。你赌是你的拳头快，还是我的枪法快？我赌你不会改嫁。那你赌输了。我这枪里啊，根本就没有子弹，傻瓜。上官雪，你到底想干什么？陆景城，是你不让我死的呀，所以你必须得满足我的心愿。行，你说，你有什么心愿？当然是玩男人了。陆景城，你记住了，你是我上官雪的人。从今天起，你不论去哪里都得带着我，否则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婚礼就只能在火葬场举行了。大小姐，你犯法了，你知不知道？你再这样，我只能报警。你跟我讲法律没有用的。以后你的手机屏保必须得是我的睡颜照，如果你敢换顶，行，我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得配合我拍一期黑道千金的恋爱剧本。好啊。喂，你们要我找的人，我已经找到了。
在德福路18号见。看来你的行踪暴露了。哟，上官大小姐，别来无恙啊！去，给我杀了他们2个！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我警告你，江西，撤！上官雪，你疯了你！陆锦城，你是我的人，一辈子都是。你这个疯子！你给我坚持住，我送你去附近最近的医院，快！杨华学长，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你了，帮我和小鱼提前投递了简历，要不然大后天的校园招聘会，面对那么多企业，我们根本无从下手啊。这3家企业都是最适合你们实习的。像这个华生传媒，虽然还在创业初期，但是他们老板选人的眼光很独到，而且对实习生的待遇也是最好的。陆锦城，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还不发信息哄我开心？再这样，我就真的不理你了。小鱼，小鱼，想什么呢？没什么。那个学长，谢谢你啊。没事儿，举手之劳，能帮到小鱼的话，学长也心满意足。小鱼，你干嘛？我还没吃完呢。哎呀，不好意思啊，学长。哎，真该死啊，陆景晨！不过是个人迟早睡。老袁，你不用太担心，小姐已经做过手术了，医生说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哎，那就好。哎，那个叫陆锦城的学生调查怎么样了？老爷，根据调查，小姐自杀时就是陆锦城救的小姐，这次的自杀也是他拼死在保护小姐。小姐眼力不错啊，看得出来他对小姐是真心的。你是说雪儿谈男朋友了？对呀，小姐受伤后，就是他在病房一直照顾着小姐啊。陆锦城，你似乎很关心我的安危吗？不是上官雪，你在笑什么？你知不知道当时什么状况？但凡那把刀刺得再深一点，你的肺就被捅穿了。你当时完全可以不用管我的，你是不是疯了？如果那天我要是不管，那躺到这张床上的人就是你了，陆锦城，你是我的人。没有我的允许，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你伤害。上官雪，你真是疯了。对啊，我就是疯了呀。你其实可以不用这样。陆锦城，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拜托，我就是个渣男，你如果真的爱上我，一定会流眼泪的。哦，
我就喜欢渣男。行。老爷，你还好吧？我没事，我是开心。自从小雪妈妈去世以后，他就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这小子就算是个穷光蛋，我也养着他。老爷，这个陆锦成并不简单。你伤还没完全好呢，也不知道在家里多休息休息，非得跟过来干嘛？那怎么可以呢？你一个人在学校多危险呀！怕你受伤，所以我就过来了。我靠，那个美女是新转来的校花吗？怎么这么好看？那颜值堪比校花了，比我们班的班花沈宏宇还好看。有没有小哥哥知道这个美女的联系方式啊？我求求了。哟，学弟，哪个系的？长这么帅，要不要加入我们导社，和我们一起玩？你说狗呢你？学妹，恐怕他没有时间陪你去舞蹈社了，因为他呀要去打狂犬疫苗。我还是去那边找其他学弟玩吧。上官雪，你这么饥渴是不是？要不我回去煮碗面给你吃。陆锦成，你只能是我的。今天呢，我给你盖个章，免得你以后找不着走丢了。你这样，我以后在学校还怎么跟那些学妹学姐们聊人生谈理想？你这样让我很难办。难办就别办了。行，怕了你了，行吗？小鱼，你怎么了？陆锦成还真是死性不改，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想着演戏骗我。小鱼，其实你是喜欢陆锦成的，对吧？哎，打住！小鱼，你看今天就是校园招聘会了，这个陆锦成他什么都帮不了你。反观像袁华学长，他上次可是答应了要帮你亲自引荐华晨传媒。这样来看，你的实习工作就有着落了哟。可是陆锦成，哎呀，那么幼稚的男生要来干嘛？要我说，你就答应袁华学长在一起算了。陆锦成，你创建华生传媒是很缺钱吗？还好吧。我最近在学校的创业孵化基地成立了自己的网红工会，挖掘了不少有潜力的新人。既然你是我的人，这200万就给你了，就当我花钱买你的时间，以后你每天必须得提前1个小时下班。要不我直接算你入股吧，这样以后你也算是股东之一了。怎么，给我画大饼啊？说什么呢？这怎么能算是画大饼呢？走，带你去办公室看看。看看，这就是我的公司。哼，这就是你们公司啊？条件还不错。把手上活停一下吧，来，陆哥。刚好
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九皇会的千金上官雪。你好。还有，好好给咱们大小姐介绍介绍，咱们公司的业绩如何？是，陆哥，我们根据您的指示，给张琪琪拍摄的纯欲风系列的视频已经火爆全网了，目前公司利润突破100万级了。100万级，看来你不是很缺钱吧，陆景城，你别想逃。你别误会啊，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帮助更多做自媒体的姐妹们，然后至于赚钱呢，顺手的事儿。那这么说来，你马上就要开始招新人了。对，没错，不愧是上官大小姐啊！咱们公司立足于大学创业园，掌握了第一手的海量学生资源。学生？没错，各个专业的学生。就比如说张琪琪，她的外表呢就比较适合走些纯欲风系列，而接下来我打算打造一档禁欲风的系列。身份呢，最好是实习的律师或者实习的老师之类的，只要录取了。陆哥，还有一条好消息，你上京海晚报了。青海学生陆锦城响应国家号召，搭建直播矩阵，替互联网加做出节载贡献。我靠，陆哥，原来你不是富二代啊！那开公司的100万都是你靠炒股赚的？对啊，不足10万的本金，一个月连续12个涨停板，赚了大概120万。不对呀，陆哥，那京海晚报怎么知道的？就是啊，你猜？我记起来了，咱们学校之前为了扶持学生创业，创办了创业基金，咱们公司也算是明星级的创业项目啊。没错，其实这京海晚报的投稿是我自己投的，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某些人好好看看我的本事。某些人，谁呀，陆哥？沈宏宇吗？是吗？瞎说什么呢？我是为了给学校领导上面的人看看。原来陆哥你早有安排啊！没错，只要我们成功引起学校官方的关注，就能获得学校创业基金的扶持，从而一举奠定我们在大学城的根基。老刘，作为创投办的主任，这京海晚报的新闻报道是怎么回事？大二学生陆景城顺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搭建网络直播平台，了不得呀！这个陆景城的政治嗅觉和商业感知力远超同龄人，我们学校捡到宝了。那学校创业部为何没有对他提供创业扶持？创业基金立项一直是学生会负责，但我这边没有收到任何立项申请。这一届学生会的会长似乎是袁华吧？查一下，他和这个陆景城是否有恩怨？好。这个陆景城在新闻上说要深深扎根京海大学，还说希望我能参加校园招聘会，和他探讨后续创业上的问题。尽快查清此事，先去校园招聘会看看，我要亲自见见这个叫陆景城的学生。是。喂，学妹，你们到哪儿了？招聘会快开始了，要不要我去楼下接你们？不用麻烦，学长，我和小鱼拐个弯就到。好，你们路上注意安全。陆景城之前提交的外卖方案被我直接驳回，现在应该识趣了吧？不是什么人都能创业的，
跟我手里这些来学校开招聘会的公司里，他就是笑话。切！陆哥，学校领导他们真的会来我们这边吗？会来，而且他们一定会带着诚意来。诚意？哎，校园招聘会就是在那前面吗？应该是。哎，我们快过去吧。哎，沈红宇，他怎么来了？小雨，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口味。这么慢，等你来我都已经渴死了。陆景城，你来校园招聘会干什么？我去哪儿干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袁华学长负责本次招聘会，你报名了吗？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华生传媒是陆哥的公司？我今天来是因为我要……哦，我知道了，你也是来面试的。我们这边排的队啊，你们要面试自己排队去。我面试，行，那我就今天站在这里，好好看看这金大的学子是怎么通过我的录用。哼。陆锦城，你这个校园外卖计划都被我毙掉的人，在这儿招什么面试官？子培，记一下，这个袁华学长滥用私权，肆意打压同学创业，把他这种种行为都记在那公告栏上面，让这金大的师生学子好好瞧瞧他们学生会的会长是个什么样的能力和为人。好。陆景城，你闹够了没有？你在这让大家难堪，这样有意思吗？难堪？沈红宇，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你把我当舔狗吊着这6年，你有没有想过我难堪？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向你证明什么，而是为了告诉你，我自己失去的东西，我一定会自己亲手拿回来。好大的口气，学弟，做人要脚踏实地。你脑子里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学长劝着，早点放弃为好。学长，还好你来了。我晚来几分钟，没想到啊，能闹出这么大的笑话。笑话？你是说陆景城不是华生传媒的面试官？这次招聘会，所有公司的资料都在这，是不是一看便知？哦，是吗？陆锦城啊，你之前校园外卖的那个计划书之所以被我驳回，就是因为你太不成熟了。创业没有捷径，你太心急了。妄图创业，不知斤两，冒名面试，弄虚作假。陆景城，你真的很幼稚哎！陆景城，大家都是大学生，你是成年人，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负责？负什么责？你妄图创业证明你自己，伪装成华生传媒面试官，你做这么多事情，不就是想让我高看你一眼吗？沈红宇，你未免太瞧得起你自己，也太瞧不起我陆锦城了吧？怎么样，查清楚了没？陆锦城提交的校园外卖创业案可行性挺高，但被袁华驳回了。另外，我了解到袁华和陆锦城一直有些矛盾。姓张，滥用职权打压同窗，我京海没有这样的学生。快，我们现在就去见陆景城，为他送上千万创业扶持，也算是对他的弥补吧。哎呀，我看你们这群人啊，真是脑子秀逗了。陆锦城，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真是华生传媒的面试官？哎，学长，招聘会的资料不都在你手里吗？你问一问不就知道了？算了，我有华生传媒的老板电话，一问便知。喂，
哎，你好，是华生传媒吗？哎，我有事情向贵公司汇报一下。喂，袁华学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是华生传媒的面试官？小丑，小丑。何止面试官，陆哥现在取得的成就超乎你们的想象。哎，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清楚，这上面是谁的名字？以前的陆哥你们爱答不理，现在的陆哥你们可高攀不起了。陆哥的公司举行招聘会，你们别在这儿杵着了啊！要面试还得排队。陆景城，你真是华生传媒面试官？跟你有什么关系？陆景城先前跟我讲，想要创业或者兼职的想法是真的，并不是像安言说的画大饼。行了，子薇，别站着傻愣着，把东西整理一下，马上有学生要过来面试了。小鱼，你别被他骗了，我看他就是冒充面试官。本次招聘会是袁华学长负责的，要是华山传媒真是他的，学长怎么会不知道？陆景晨，你真是一个爱出风头、爱表现的下头男。陆景城，你想要让我对你改变看法，你就应该跟袁华学长好好学习，而不是自着装什么华生集团的面试官，来捍卫你的所谓的尊严。沈红云，我没有必要向你证明什么，你也没有资格来定义我陆景晨的本事。我不是沈红云，你真正知道什么？你袁华学长的为人和能力，你到底知道多少？我陆景晨的本事，你又知道多少？你凭什么要来定义我和他，说我不如他？我告诉你，你袁华学长在我眼里就是个垃圾。至于你对我的看法，在我看来，压根儿就无关紧要。够了，陆景城，就算你是华生传媒的面试官，你也不能这样对学长不敬。就是，我看你最多也就是一个，华生传媒的员工罢了。你今天要是搞砸这个招聘会，恐怕会把你好不容易得来的实习工作给搞砸了吧？你凭什么敢在这大放厥词的？因为我的底气。底气？你现在有什么底气？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招聘会还能正常开下去吗？陆景城，校方无条件支持你。谁是陆锦城？陆锦城，我们要找陆锦城，为支持其事务所发展，为他送上1000万的创业基金。1000万创业基金？这生活。谁是陆锦城？校长，你们来不是为了考察校园招聘会的吗？安言，别说了，滥用职权，打压同窗，你的保研名额学校重新考虑。怎么会这样？所以这一次校方来不是为了袁华，而是为了陆锦城。这怎么可能？你知道陆锦城如今对校方而言有多大分量？我不知道。他就是学校的未来。若不是这次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还真不知道学生会在你的手里被搞得这般乌烟瘴气，差点让陆锦城这样的明珠蒙尘。为什么会这样？陆锦城就是个大一平平无奇的学生，为何会让校长全力支持？沈宏宇，你看人的眼光真的很差劲。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但凡你们平时多关注热点新闻，而不是整天在宿舍化妆聊八卦，就应该知道现在的陆锦城并非普通大学生。青海学生陆景城响应国家号召，搭建直播矩阵，推进互联网加做出巨大贡献。陆锦城，这是真的？你就是陆锦城吧？哎呀，我们在报纸上见过你。陆景城，你的想法很好，放心大胆去做。需要人手或者场地，随时提出来，校方无条件支持你。感谢。当然，
这也离不开学校的栽培。创业工作要开展，自然是需要领导们的帮助和指导。阿培，把2位领导送到饭店。好，领导，这儿请。陆锦城，为什么这些事情你没早点和我讲？换做以前的你，都会第一时间跟我说的。把手给我撒开！怎么了？现在的我能入得了你的眼啊？但很可惜啊，你现在已经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了。陆锦城，你给我把话说清楚！陆锦城，真的要对我这么绝情吗？沈红云，你还想干什么？啊？你想要的无非就是我对你的追捧和付出嘛。但爱是2个人的事，你好好想一想，你有主动为我做过什么？你有主动关心过我吗？你有主动了解过我？我告诉你，我想要创业的事情，而你选择要相信袁华的话，你说我不切实际。我告诉过你，这一切都是我陆景晨自己的本事，而你选择要听你闺蜜的话，觉得我这样的男生靠不住。我告诉过你，这学校的领导都是因为我而来的，可你偏偏选择质问我，问我为什么不肯接受自己的平庸。我只是不清楚，我不清楚你。不，你清楚的很。沈红云，我陆景晨在你心里到底是有多不堪？即便他们一次一次的诋毁我，拿我去跟他们攀比，你却仍然相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OK， 那现在这所有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沈红云，从现在开始，我所有的一切和你没有半点关系。我们好聚好散。我在白天有酒店呢，那你过来吧，我们正好和校领导一起吃个饭。好，我等你。陆景城，那个女人真的是你女朋友？那次在出租屋，你们不是在演戏？陆景城，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哎，我有没有女朋友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不是的，陆景城，我也可以考虑。不好意思啊，你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陆景城，可我在你心里究竟算什么？在我心里，不好意思啊，早就不在了。行了，你还是赶紧走，不然我怕我女朋友一会儿来了会误会。你这样的人还有女朋友？我看呀，你就是编了一套说辞来气小鱼的吧？陆景城，韩言说的是真的。你看，你又来了。哎，沈红宇，我早就跟你说过吧，让你少结交一点这样的毒闺蜜。呸！陆景城，别在那不知好歹。小鱼只是没有给你回应罢了，又没有做错什么。哎，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啊？恋人做不成，做朋友也可以啊。韩言，你说了，朋友？哎，我们算哪个门子朋友啊？沈红云，你知道为什么你的闺蜜动辄对我大呼小叫，丝毫不尊重我吗？因为你对我什么样的态度，她们对我就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不是这样的。怎么？你是有哪里不清楚吗？还需要我再给你重申一遍？陆景城，这个包包好漂亮啊，他们都有，我也想有，你能不能？好，我给你买。陆景城，我不希望你跟别的女孩走得太近。陆景城，你才大一，还不够成熟，应该更注重学业。我想以后我们还是……你追女孩子，付出点东西是很应该的事情呀。
小鱼又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所以按照你的意思，就因为我喜欢他，所以必须得为他付出一切，哪怕没有一丁点回应吗？那你想怎么样？小鱼是个女孩子。陆景城，我分明告诉过你的，只要你再等等我。差不多得了，你要是喜欢等，你就自个儿在这等，你等个够啊！你什么意思啊？我都已经给你台阶下了。我需要你给我台阶下吗？陆景城，你别在那仗着小鱼愿意给你机会，你就得寸进尺。你真不怕以后跟他成陌生人？好啊，还有这种好事儿啊！陆景城，你一定要这样子吗？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就他这副德行啊，能结交小鱼这么漂亮的朋友，都是祖上烧高香了。你现在还敢在这得寸进尺？陆景城，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让人反感。如果你还是这个态度的话，我就不愿意再给你机会了。这车劳斯莱斯啊，1000多万的豪车，这得是哪位千金大小姐啊？既然不愿意，那就滚远点儿。喂，陆景城，你别太过分了。我过分？这么多年了，小鱼她拒绝过你一次吗？可是你呢，3番5次的让她失望，你现在还纠缠上别的女人，给她难看。怎么？合着按你的意思，我还应该谢谢他不成？你还不愿意了？小鱼给你机会，你应该开心才对。神经！你就是和陆景城同居的那个女人啊？沈宏宇，你知道上次碰我东西的人是什么下场吗？你要干什么？我这双手呢，沾染了无数的鲜血，你想要试试吗？就算你是陆景城的女朋友，你也用不着这样。况且是我们两个先认识的，你有什么理由阻止我们两个？先认识的，那又怎么样？我上官雪想得到的东西就必须得到，得不到呢，我就只能毁掉了。你想干什么？这里这么多人，你还想对我动手吗？在我上官雪的字典里呢，就没有不敢两个字。你要拦我？算了，为这种女人不值得脏了你的手。走，我带你进去吃饭。沈宏宇，今天我就看在陆景城的面子上，饶过你。啊，对了，下次啊记得躲远点，不然没这么走运了。小鱼，你没事吧？拉够了没有？我要说，我还没拉够呢。陆景城，你要是再敢让别的女人碰，我就把你关到别墅，不让你出来。我倒是不介意跟你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哎，慢走。非常棒，我看好你们啊！你慢走，主任。陆哥，刚才的饭局啊，多亏了你。面对校长和主任，基本上都是你在掌控节奏。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那久经商场的大人物啊？哼，哎呀，菜呢就多练啊。接下来我们就先走了，交给你了。哎，陆哥，重色轻友，真是个狗东西。哎，陆哥，班群里都在议论你的女朋友，你可真会藏呀！就是，当你们有好几个红颜知己的时候，你们也会藏的。好几个。哎，对了，立马帮我去准备一份入职合同。拯救迷茫的张琪琪同学，我们义不容辞啊！陆哥，张琪琪要加入我们公司。陆哥，他可是100万级粉丝的大网红，你吹牛逼的吧？陆哥，没想到你好这口啊！但张琪琪这个女人心高气傲，可不比沈红鱼难搞。陆景晨同学，哟，来了，来正好，去楼下帮我们拿下外卖，我们点奶茶到了啊。环境真不错，行，那我去拿奶茶了。陆哥，我去，这什么情况？你真拿下张琪琪了？嘘，别胡说，我跟张琪琪呢只是普通的同班同学，我请她过来干我的秘书，很合理吧？合理啊，合理。陆景晨同学，这些合同我都看不懂啊，要不你帮我梳理一下？自己懒得看，还想要白嫖我的服务，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很懂得利用自身的优势。好不好嘛，陆景晨同学？张琪琪同学，你没有兴趣看这个合同，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最好别拎不清啊，爱钱不钱，没人求你。怎么和想象中随意拿捏的小男生不一样？还有，想让我帮你解释这份合同，你打算付我多少咨询费啊？还是说我先乖乖的收点利息？行了，下次别玩火，小心玩火自焚啊！陆哥，张琪琪说明天就能正式上班，100万大网红，只要月薪3000，我们捡到宝了。对呀，陆哥，你也教教我呗，你是怎么拿下张琪琪的呀？可能是人格魅力。不是，我去，陆哥，你这身上怎么会有张琪琪的香水味？你们两个刚才不会是……你小子属狗的啊？陆哥，
你跟张琪琪发展到哪种地步了？哎，别乱说哦。我跟他呢，只是普通秘书和老板的关系。哎，陆哥，你给张琪琪的备注什么意思呀？行吧，告诉你们呢也无妨。来看啊，张呢是他的姓氏，168是他的身高。这么说，36D 是他的胸围？我去，陆哥，你这也太牛逼了吧！行了，别打岔。你们呢要知道，对女孩子来讲，她们可能会更看重星座一点。就像双鱼座呢，他们普遍偏感性，对爱情呢非常的憧憬。你们都懂了吧？哦，陆哥，要不你开个班吧？你就算不创业，当个恋爱金牌讲师，那也是绰绰有余。我去，陆哥真他妈绝了！看来陆哥是真的觉醒了。别说是沈红鱼了，就算是上官雪和张琪琪加起来，也拿不下陆哥。咱们的外卖骑手现在已经深入了各个校园，不单单是传媒行业，外卖也会成为未来的明星行业。那接下来除了布局外卖配送行业，你对我们华生传媒还有什么打算？各位看过来，我们的项目溜不溜？666！老铁们多多关注我们华生传媒，我们华生传媒牛牛牛！这是户外直播。户外直播？对，这个户外直播不好做呀，它不但需要大量的剧本来打开话题度，而且需要培养大量养眼的网红啊。不，咱们华生传媒就以金海第一深情，以我为中心，搭建一个网红矩阵。这能行吗？对哦，现在的人们都喜欢看美女，应该没人愿意看大老爷们儿吧？谁告诉你们的？我跟你们讲啊，永远不要忽视了男性用户的需求，只要是能够满足他们的情绪价值，我们照样能搭建出一批新的蓝海。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好，看来不久之后我需要追加投资了。陆景城，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神经病吧？哎，小鱼，这是我给你带的三明治，你这些天都没有怎么好好吃东西，这样下去身体会撑不住的。哎，我没胃口。有些人错过了就是永远。小鱼，你要想开一点儿。我不要，陆景城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你这么折磨自己有什么用啊，小鱼？陆景城都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你也要快点走出来才好。陆景城，难道你真的喜欢上别人了？来，班级茶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小鱼，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呀？哎，不去了。干嘛？袁华学长为了庆祝我们实习，可是筹备了费了很多的心思准备的茶会，据说是在米其林酒店的大厅。说不去就不去了，小鱼不去也好，免得见到陆景城他又糟心。你说陆景城也回去？他穿的挺正式的，神神秘秘的，不知道要搞什么。
你说他是不是要跟小鱼表白呀？啊，怎么可能？肯定是这样的。你想想啊，他之前对你有多好，做了那么多事情都是为了你。我想他之所以创业，都是为了证明他配得上你。可是他已经好久不回复我的消息了。哎，你说是不是他想给你个惊喜，才故意这样的？那你们等等我，我先去换身衣服。陆哥，都查清楚了，这个袁华果然有古怪。这家伙在分期乐上面套现了10万块钱现金啊！没错，分期乐和我们公司有合作，刚好有袁华的资料。难怪在这班级聚会上，这袁华吵着闹着要请客，原来是因为他在分期乐上面套了10万块钱现金用来装逼，想吸引那些小学妹的关注，有意思。对了，陆哥，我听说最近沈红衣和袁华走得有些近，要不要提醒一下他？反正哥们儿现在也不追他了，他爱跟谁在一起，那是人家自由。算了，陆景成回复我了。看来安言他们是对的，陆景成心里是有我的。啊，人各有命，希望他好自为之吧。这点心挺好吃，你们也尝尝呀。看来啊，袁华这小兔崽子为了哄骗小女生，还真是花了不少小心思呀。唉，行了，这酒水挺不错的，多喝2杯。反正呢是有袁大头买单的啊。来，不愧是班花沈红鱼，好漂亮啊！余华学长真的好帅呀，他俩真般配，不愧是金童玉女。呀，还真是，学长穿那双满天星椰子鞋要大几千吧？要我说啊，小鱼，你干脆答应袁华学长算了，袁华可比陆景成成熟稳重多了。这沈红鱼还真跟袁华混在一起了，咱们好心提醒他，他却不领情啊！哎，陆哥，咱们要过去揭穿袁华的身份了。算了，没必要，只要他们没惹我们，咱们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啊，不用管那么多。来，哎，学长，你身上这件衣服不便宜吧？你公司还没开始赚钱呢，但是我看你经常出入高端场所，看来你家里对你挺大方的嘛。哎呀，没多少钱，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啊，家里为了锻炼我，就没给我生活费。现在我开始创业了，家里才开始支持我的。陆景成，小鱼，你的计划我听阿言说了，开始吧。计划？什么计划？陆景成，不是我说你啊，你想要追回小鱼，纯粹是浪费时间。小鱼啊，是你舔一辈子都舔不到的女孩。行，我不舔了，你来吧。陆景成，你怎么说话呢？陆景成，你去创业不就是想证明自己吗？你就承认吧，我们小鱼这么优秀，你当舔狗并不丢人啊。好了，你们别这么说，好歹陆景成也是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无论他做什么选择，我都会尊重他的。小鱼，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被这种爱表现的人蹬鼻子上脸。再说了，陆景成比起学长差太远了。陆景成啊，不是学长说你啊，你都开始创业了，是不是该拿出点男人该有的样子？要有大局观、集体意识，学学哥们儿。
明明有创业的能力，还是一心扑在学生会上，这叫奉献精神。不是，你有病吧你？跟你学什么啊？是跟你学在分期乐上面套现出来装逼，然后到时候通讯录被打爆了，电话打给学弟学妹们。哎，这个就是你所谓的集体荣誉感，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大局观啊？不是，你们怎么知道的？你要看看吗？学长，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哎，小雨，你听我解释。来，咱继续喝。大学生陆锦成继华生传媒后，创办拼好菜，让饥饿不再等待。短短半年，全国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拼好菜骑手送餐的忙碌身影。哎，这个陆锦成还开始布局外卖行业了。小鱼，或许是我太自以为是了。你在说什么呀？其实陆锦成他一直很厉害，从高中的时候就辅导我功课，所以我才能考上大学。是我习惯了他对我的好，所以我才能这么的肆无忌惮。是我把他给弄丢了。小鱼，陆哥，华生传媒已经成为了娱乐行业的龙头，拼好菜也成功进军了全国大市场。陆哥，多亏有了学校的支持，还有铺天盖地的舆论推动，咱们的拼好菜才能扩张的这么快。不错，至于下一步的规划，我得好好想想。哎，陆哥，沈红鱼来了，他来找陆哥干什么？嘘，干活吧。陆哥，要不我去赶他走？算了，我自己处理。你们又有什么事儿？我知道你最近忙着创业，肯定没时间吃饭，所以我就做了一些。犯不着，你以后不出现在我面前，就是我最大的福。陆锦成，小鱼为了给你做饭，连手都烫伤了。我可没让他给我做饭，别什么锅都往我身上扔。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只不过他过往所说的话，我如数奉还了而已。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哎，陆锦成，你别不识好歹啊！阿言，你先去旁边等我吧。可是，陆锦成，你别烦我了，行不行？我知道以前是我做的不对，我现在可以弥补你的。你知道什么？你要弥补什么？你每天想吃那个，想吃这个，我为你做的饭烫伤了多少次？你又知道什么？我知道这些，我知道你没有做这些，我都知道的。行，你知道最好。那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就赶紧走吧。我很忙的。哎，以后没什么事儿，别少在我面前转悠。警察，你就不能回头再看看我吗？沈红云，我不欠你什么。我知道以前可能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愿意弥补你。只要你回来能和我在一起，我们就像以前那样，好不好？好不好？沈红云，你还不清楚吗？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的关系就像这碗撒了汤一样，它已经冷了、馊了，它不干净了。就算你现在勉强喝进去，
也只会闹肚子不舒服。还有，哥们儿现在只想赌钱。小鱼，都怪我，是我伤透了他的心。阿言，你说这次我是不是真的把陆锦成给弄丢了？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小鱼，都是他的问题。可是他不愿意再回来了。别难过了，小鱼，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呀。你看啊。这个陆景成，他以前付出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说不在意就不在意？而且啊，你以前总是要让他证明自己，他现在不就是在证明他自己吗？说不一定啊，他心里还是有你的。真的？真的，他刚刚不也没说喜欢上其他人吗？反观到现在呀，真正让他改变自己的，其实是你呀。好，我知道了。陆景成，我是不会放弃你的，只要你回来，我会一直等你的。小鱼，你是不是感冒了？要不然让那个陆景成给你送点药来。没事，他现在忙，我能照顾好自己的。这是上次下雨他送过来的药。陆景成，这是上次陆景成托我给你带的药。我记得那天是个台风天吧，你烧的厉害，陆景成他急得不行，然后就冒着雨出去给你买药了，然后又急匆匆的跑回来给你送。原来他一直都对我这么好，只是我自己却一直没发现。不止呢，我听说他那天还差点出了车祸，摔得特别厉害，连胳膊都留疤了。车祸？我那天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在流血，衣服破得不行，但是他说你还在生病，不想让你担心，所以说拜托我把药给送过来。怎么会呢？那天的他真的很担心你，连自己都顾不上。可是那天你对他真的很糟糕，太糟糕了。等你送过来，我烧都退了，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哎，算了，我不想听你解释，挂。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我那天想跟你解释，但是你说你不想听。小鱼，你是不是还在想陆景成？没有。你脸上就差贴着难过2个大字了，还说没有呢？我只是在想，陆景成和上官雪走得越来越近，我害怕陆景成的眼里真的没有我了，只有上官雪一个人。哎，那你要不然试探试探他呢？试探啊，就是你发一个动态呗。
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都不会回我了。为什么？他应该现在都不想看到我发的动态了吧？哎，最近学校里都在说沈红瑜在追陆景城，这事儿你知道吧？我不信，小鱼现在心思都在学习上，哪有不管？景城，小鱼，你还在等陆景城的消息啊？陆景城的消息。是呀，小鱼刚才发了一个动态，但是陆景城一直没回应他。陆景城他最近可能太忙，都没有时间回信息吧？他忙什么？他很多事情吗？他的公司马上要进行第2轮融资了，估计就在下个月。啊？第2轮融资？这么快吗？他公司的创业进程已经推进到这个程度了吗？对啊，他的公司拓张的很快啊，全国已经延伸了各个城市，金海第一生气的名声更是微博热搜的常客呢。很多资本家都很看好他。果然，他现在的样子和以前是不太一样了。我们还只是学生，他已经是很成功的大老板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差距太大了。小鱼，如果他还是一直无动于衷的话，不如就放弃吧。有些东西错过了，就真的永远错过了。可是，我不想接受。哎，拼好菜官方发布通告，瞬间就登顶热搜了。不单是网络，现在连官方都发布通告了耶。据拼好菜公告和官方证实，拼好菜是全国唯一使用封签的外卖配送平台，力求维护所有顾客的食品安全问题。拼好菜用美食点亮安全，遥遥领先。他好像越来越厉害了。陆哥，米团外卖和淘宝购物外卖闪崩了，仅仅1个晚上，估值掉了3/4。哈哈哈哈！如此看来，大局已定。是时候可以开启下一轮计划了。对了，叔，米团和淘宝那边他们怎么说？哼哼，1个亿，他们愿意抛售所有股权。不过，你真要收购他们？尽快去谈吧。陆哥，我们要不再继续磨一下，然后再拖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的要价肯定会更低啊。对呀，陆哥，现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说了才算，他们都构不成威胁。不行，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用最短的时间整合所有配送团队。那个有必要这么着急吗？第1场雪要来了，那场大雪灾也要来了。这是昨天在气象台收到的最新资料，上面显示，国内多个地方气候异常，连续的雨雪天气，一旦爆发雪灾，我们的所有配送团队就成为了这次雪灾大雪封锁、物资运送的主力军。也许这只是一次普通降温，毕竟春运要开始了。当初这一年，大家也以为那只是一场普通的大雪，直到这场灾难和所有人都息息相关。
一旦雪灾爆发，整个铁路、高速必定会陷入大瘫痪，到时候物资运送便会变得困难重重，大难临头的。我们既然有这个能力，就应该挑起这个大梁。好，我相信你的判断。叔叔，那整合配送的事儿就交给你。哎，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来得比往年要早些，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集合！因天气影响，高铁站面临重大考验，我们务必把所有旅客安全送回家。是。第一排去这边，第二排去这边。我们先拍一张记录一下。开往京北的222列车受雨雪气候晚点，请各位旅客不要拥挤，耐心等候。下雪了，坏了！网上说这场雪影响了全国20多个城市，高铁、高速全都停运了。什么？指挥部公告，受雨雪天气影响，北上所有列车全部停驶。所有警员注意，全市民警集结，实施全面安顿工作，坚守岗位，保护好每位旅客的生命安全。怎么办？这路面结冰了也回不去，我们现在回去都不行了。完了！警察同志，高铁什么时候到站？让我们进去啊！我们要回家。指挥部，听到请回话，赶快派人。西侧的围栏坏了，派人来修，尽量多派人。买不到菜了，这连蛋面都被抢光了。全体师生请注意，受雨雪天气影响，气温只有零下13度，道路结冰严重，非必要请避免外出。我的孩子不行了，警察同志，有没有水和吃的？快来这边！警察同志，快来人啊！救命啊！兄弟们，春潮就像是洪水，这些警员们在守江堤，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扛沙袋。这些天，那些警员们用命在拼，我们也得去拼。接下来就辛苦兄弟们，尽快将这些物资送往高铁站。都听明白了吗？是，陆哥，保证完成任务。好，兄弟们。记住我们的口号：万众一心，抗击风雪，排除万难，安全送达。出发！这几天可急死我们了，幸好有你们的帮忙，整合配送团队。把物资送到车站来。我们都分类好了，这些是盒饭，那些是葡萄糖和矿泉水，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太感谢你们了，请在这里签字。我们还要给别的居民送吃的，那我们就先走了。走。
陆锦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陆锦成。老婆，快回来！有人给我们送吃的啦！我们有吃的啦！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抗灾形势逐渐好转。雪灾期间，陆氏集团董事长陆锦成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捐赠过亿爱心物资。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愿山河无恙。你们说这大雪什么时候能停啊？我想回学校，那路上都结冰了，车也根本打不到。关键是很多路也不能走。哎，我听说现在好像那些车站运输物资都是用小电驴。小鱼，你说陆锦成会不会来找你啊？原来你做那么多事情，从来都不是为了得到我的侧目。创业也好，抗雪救灾也好，你从来都不是想要证明什么，只是因为你想要做，就去做了。陆哥，有件急事。什么事儿？陆哥，杭大有几十名师生被困在了高铁站，学校那边希望我们能够帮忙把他们给接回去。行，等我们配送完这批物资，我们就去。那我陪你一起去。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这种事儿不要逞能，有我们。走。杭大师生上车！小鱼，你看，是陆锦成的车队，他们来接我们了。哎，走，你走，快走！陆锦成，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了，但是我还是想要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是我错过了，如果时光能重来，该多好。沈墨鱼，就算回到从前，我们的结局也还是没有改变。陆总，恭喜了！陆总，雪灾期间，感谢您的贡献和努力，捐赠过亿爱心物资，还协助官方运输物资，挽救了上万人的性命啊！不，省长，灾难当头，人人有责嘛。再说，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公司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上市，估值达到现在这个规模。爱心企业还是官方亲自授予，这相当于金字招牌啊！有多少百年企业努力了大半辈子都得不到这荣耀？看来你当初收购米团，整合配送团队是对的。现在公司的市值从10亿到100亿，前途不可限量啊！陆启成，快许愿。我这个人呢比较俗，要是放在以前的话，我的愿望可能是什么大富大贵，但现在呢？那现在是放下过去。不，我觉得吧，人的成长和过去是息息相关的，不该是放下过去，重要的是不该继续为过去而感到困顿。那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的愿望当然是国泰民安。陆锦成同学被评为奥运会大学生形象大使，有请杭大校长为其颁发奖章。
这些呢，就是陆景城要的公司资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2个项目，外卖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现在都已经上市成功了，而且市值都已经破了1000亿。所以接下来我想重新启动一些项目。小红书、西湖市免费小说、黑神话，你要开发就这些项目。对，陆哥，这些会不会太杂了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好好看看手里的这些资料，上面提到这些项目都是未来的一些风口项目。一旦我们布局成功，陆氏集团的总资产再翻10倍都不在话下。话说，陆哥、雪儿姐，你们下个月是不是要去当火炬手了？对，没错。所以公司这些新启动的项目就靠你们了。好，陆哥，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没错，跟着陆哥干，干就完事了。小鱼，你看，陆锦琛和上官雪他们都上直播了，他们都是奥运火炬手呢。小鱼，你不会还喜欢陆景城吧？是啊，喜欢。可是现在喜欢又能怎么样呢？是我自己发现的太晚了，都怪我亲手把他给弄丢了。哎，是陆哥他们俩，哎，真般配啊！我去，还真是，对啊，郎才女貌的。对啊。今年奥运会第1棒火炬手是金海大学生陆景城。陆景城大学创业，打造1000亿集团，年少成名的背后是无数次努力和付出。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只要心中有光，便不惧道阻且长。上官雪，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想当面跟你说。什么事儿啊？把手给我。上官雪小姐，我这个人呢，脾气差，心眼小，身边呢还总是围着不少的女人。这样糟糕的我，你真的打算牵手一辈子吗？陆景城，这辈子、下辈子，你都别想逃。好，一言为定。